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演技颜值都不行，张凌赫7年奋斗难有起色，瞅瞅他如今现状，才晓得张颂文的话一语中的。3月21日晚，正在腾讯视频、爱奇艺播出的高热剧集《逐狱》最后10集资源突遭泄露，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多个网盘链接，按照链接密码将剧集下载到网盘后，《逐狱》完整的40集故事均可观看，但当晚视频平台会员版本也才刚刚更新到该剧的第30集。《逐狱》泄露的全集资源，其片头为爱奇艺。青天大老爷，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说，一天更一集，早晚会出事。热搜词条高热，粉丝的哀嚎声背后，是资源泄露给这部热播剧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从平台角度，因原定3月28日将会上档新剧，按照《逐狱》的热度，超点势在必行，但网友已经看到了泄露的剧情，付费提前看的逻辑已然行不通了。从艺人角度，作为一部古偶《逐狱》后期至完结剧情，包含角色大量高光，也往往是艺人讨论度声量最高起之时，资源泄露打乱了宣发节奏，不利于聚焦热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剧情饱受诟病，但因为导演曾庆节的美学风格，《逐狱》不仅为95后演员张凌赫贡献了多个人生镜头，还让邓凯、李菁等多位演员上桌圈粉。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自3月6日《逐狱》开播以来，张凌赫微博涨粉94.8万，成为近期讨论度最高的男演员。反盗版向来是影视平台一项重要的工作，但热门剧集尚未播完资源便遭泄露的情形并不多见。2019年，热播中的现偶《亲爱的》、热爱的也遭遇过类似事件。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网传《逐狱》后10集资源为爱奇艺版本，点击网传视频资源，便可看到爱奇艺片头。全集泄露的消息突然登上热搜，广而告之。猖獗的盗版着实值得予以警惕。有人声称是平台方致使原片被泄露，还有人讲是点击链接遭遇了诈骗。总而言之，趁机捞取不正当利益的数量不在少数。自《逐狱》开始播放起，它始终置于风口浪尖上，热度急剧上升，直接逼近《庆余年》狂飙。有一段时间被观众认定注水程度太过严重，进而引发了诸多声讨。还有剧情方面，问题屡屡不断出现，致使观众产生不解，像屠城侍寝、月经引发的争议之类情况。总之，这部剧的质量始终没办法让观众信服，甚至还因注水赚到了外网。随着剧集即将播放完，原片出现泄露这一情况，其实并非仅发生过一回，存在有人感到震惊，有人则抱着吃瓜心态，那种完全秉持着看热闹不嫌事情闹得大的心理状态的人，最终什么样的表现都存在呢？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若论影响最为巨大的群体，还是演员，特别是男女主角，他们自身本就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始终一路坚持着扛着，等待剧集播放完毕。然而到了最后关头却出现了问题，原本已然是摇摇欲坠、处境极为危险的口碑，这下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一般糟糕了。特别是张凌赫，好多剧情方面的问题都源于男主角谢峥。身为演员，他虽说不像王楚然那般因一个角色就遭到极为疯狂的吐槽，可也近乎快要达到那种程度了。对于观众评价而言，演技方面毫无优点可说，颜值方面也难以给出确切评判。张凌赫出道历经7年时长，好像一下子这7年都白费了。一直到看到张凌赫当下所处状况，才明白张颂文所说的话确实完全没有错呀。逐狱始终是打着那男帅女美的旗号，
又有着擅长拍摄镜头美感的曾庆杰导演，二者凑到一块儿，全都卯足了劲，狠下了心，势必要拍出最为好看的画面。身上带着严重伤痛，被女主角藏进了猪圈里，那种破碎的感觉十分强烈，深厚吸引，让人满心怜惜的眼神，处在光影的映照之下，显现出一种衬托的局面，所以令其他人觉得她越发迷人，简直就是古装类型里面的男款，迷惑他人的角色。仿若这般场景，观众顺着女主的视角，目睹男主骑着马疾驰而来，武安侯身上的伪装也跟着脱落，呈现出的是一张面容如同美玉般温润的脸，身着盔甲，正从那迷雾之中缓缓现身。然而，网上所传播的关于张凌赫的花絮里面，情况可不是这样。当他笑起来的时刻，脸部的皮肤呈现出松垮的状态，褶皱数量非常多，这是其一。其二，当然了，他的脸型在此过程中没有太大的改变态势。然而，将这两项相互比较之后，反而使得观众进而更加坚信，他是必须借助滤镜，才能够保持住那般令人称羡的英俊容貌的。张凌赫颜值咋样？丑丑对脸呈现便知晓。宁安如梦于导演极为尽致的近景镜头作用下，仍旧不存在崩坏状况，除了鼻子略微显著一点儿，并无别的问题显现。由此能够看出，张凌赫的颜值还是挺不错的。其所以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状况，显现分野，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人觉得他帅气，而另外有人觉得他的依靠滤镜来维持形象。追根溯源，这根本原因还是出在《逐玉》这部作品上，是过度着重颜值所引发的后果。之为维持颜值那高冷且金贵的模样，就连最基础的心疼女主这般情感，都表现得极为含蓄哟，仔细端详都不一定能够瞧得出来呢。当今时代，科技已然取得了进步，借助技术手段能够实现一键美白的效果，然而这一做法却将演员脸上的细节给抹去了。由于缺少了情绪化的加持，故而看起来自然就显得格外不好看了。异同的，天然演技遭质疑，在面对女主之际，具是一种极其金贵高冷神情，眼中无情绪，仅有一张空洞之脸。而这张脸要是放在前期去演受伤的人，倒还可以，可是到了后期，恢复成战无不胜的武安侯后，就显著的显得羸弱了不少。再次找回身份的时刻，当那极具冲击力的登场契机降临时，相比雄姿英发，身披战甲前去上阵的威风凛凛，率先展现出来的却是如同一场精心编排走秀一般的表演技艺。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其有着白皙面容和姣好容貌的缘由，更多地源于他的身上全然没有武将所应具备的那种令人敬畏的严肃冷峻之感。这几年，男女将军设定颇为流行，怎奈女演员在白幼瘦审美影响下，个个瘦骨嶙峋，身着盔甲，好似小孩偷穿了大人衣物。如此这般，那个男性将军也快要成为这般模样，骑着马匹奔赴上阵的途中，身子呈现出摇摇晃晃的状态，好似在进行走秀时寻找着节奏点一样，恰好卡着音乐的节拍呢。置身于那战场之上，却依旧瞧不见丝毫的杀气。好在眼神所凸显出的戏是到位的，如此一来，也还是能够从中看出那么一点点少年将军的影子来。张凌赫可不是才进入这一行的新人了，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踏入这个行业领域的，到如今满打满算已经有7个年头了。他原本有着较为丰满的身材，随后通过一步步的锻炼，最终练出了马甲线，成为了拥有完美身材的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他，却在今年直接致使自己的口碑一下子跌入到万劫不复的谷底。那长达7年时间的努力，就好像在一瞬间全部付诸东流，化为泡影了似的。说起努力，他算得上是极为努力的那种，并非毕业于正规专业院校出身，
然而却也塑造出了好些经典且质量不错的角色。苍兰诀里身为仙界战神的长恒，那有着塑料质感的盔甲，硬是被穿出了仙气飘飘的既视感。即便他是男二，却凭借自身的颜值以及演技，稳稳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睛。声色演技下是最纯粹的发挥，反而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继而一部又一部的剧当中，云之羽以及宁安如梦虽说并非处于顶尖的水平，然而也从来都未曾差到极为严重的地步。毕竟在逻辑方面是能够说得通的，并且演技也并非浮夸的那种。对于古偶剧以及仙偶剧而言，不太注重太过细节的故事情节，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进行过于严苛的指责了。对于竹玉而言，它出现了一个处于起始阶段、基础性的问题，就如同张颂文于《我就是演员》当中所讲的那样，如果以孙悟空作为例证来说，在演绎这一行为里，无非是涵盖了讲述台词以及聆听台词这些方面，而关键在于要找寻到那种特定的感受。在演好的情况下，观众所共知的一些公认认知里，剧情不能丢，性格也不能丢。比如说，要展现男主角的帅气，可不能仅仅只有帅气。具备帅气模样，仅仅是迈入内娱领域的一项基本达标的条件。拥有极高颜值水准的人，数量不是很少。然而，身为演员承担的主要职责，终究是进行表演。唯有凭借演技给予助力的帅气形象，所展现出的魅力才会更加充分且浓郁。困在帅并且自己知晓的上一个人，那是杨洋。在我的人间烟火这个作品里，他帅的实在是超出了合理范围，用尽心思去耍帅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之剧表面形式毫无实质内涵，要么是变得极为油腻。他是知晓的呀，众人并不喜爱，于是呢，他便降低露面的频次，吭哧吭哧地憋闷着，只等到凡人修仙传之时，将先前的风格予以改变，携着作品回归，底气也增添了几分呢。一旦尽力去施行，收获成效了，必然会有大儒为其进行辩解。这便是娱乐圈当中一个冷酷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名为张凌赫的人，实际上曾遭受过正面的询问，被问及这些问题，对此他也表示了，的确是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某些状况之下，会由于外在所呈现出的形象，从而忽略掉演技自身。再以莱昂纳多为例，最初他并未获得奖项，而是摒弃了外在形象，出演了《荒野求生》，至此才真正破除了这份偏见。他能够实施的行为，便是竭尽所能地将自身之事做好，依据自身的认知观念展开行动，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别的方面，就唯有交由观众去进行评判了。据此心，尚善也。盖年仅28岁之张凌赫，于时游风，实无庸如此极具也。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在摸索着前行，依靠着试探以逐求进展的。当表演技艺切实超越了外在容貌的那一日，所有的口碑评价必然会发生转变。依旧的忍受住性子，一步一个脚印，凭借作品来表达，这才是最为稳妥、最为靠得住的途径呢。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